巴干共产党，实质上做共产党的事。我跟你讲，他不是做共产党的事，他是做纳粹的事。王定宇像中国可以唱海阔天空吗？结果被网友翻出来，前几天广西才大家聚在一起唱。那为什么你不去讲他最后其实也有唱被改的一定台语歌啊？那你总不去说哦，刘德华台湾主体意识很好。老实讲，刘德华这次演唱会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意涵。那你自己政治人物要去蹭，然后再出征，我觉得是刚好而已。两岸关系怎么样，对民进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只在乎我的选举能不能继续连任。那所以两岸越来越不交流，就是死路一条。这死胡同绝对会让两岸产生一些更强制力的方式，来影响到台湾经济和对外关系。黄伟汉明面上当然一部分是帮刘德华讲话，但一部分又挑起了另外一波的对战。我们就看到有政客爽证实可以唱之后呢，黄伟汉还回文说未必能唱。讲白了，我们在讨论对岸的体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对岸体制跟我们体制不一样。对，他有禁唱合逻辑，那民主也禁唱就是对的吗？其实我那个今天就掉入了民进党的窠臼，就说民进党他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意象哦，好像哦我们好民主，对吗？没有，鬼扯。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个刘德华事件我本来以为要落幕了，就没有王定宇还不下车啊！王定宇呢反呛说：“中国可以唱海阔天空吗？”结果被网友翻出来又翻车因为前几天人家广西才大家聚在一起唱。那这件事情更神奇的是黄伟汉也跟进当然他一方面是帮忙刘德华讲个话了，歌单已经固定，其中一首干嘛纠结半天呢？明面上当然一部分是帮刘德华讲话，但一部分又挑起了另外一波的对战有政客爽就回击说黄伟汉说中华民国颂啊，光辉岁月啊，海阔天空啊，被证实可以唱之后呢，黄伟汉还回文说未必能唱嘛，所以大家在网络上又开打了一波啊。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其实理论上来讲了这个事情本来到邱礼宽骂完王定宇，你如果不回嘴就没事了。对，王定宇回嘴之后，那也就算了，旁边吃瓜群众个人跳下去那这是瓦宅粉丝的战争了嘛？老实讲你知道在民进党统治台湾这几年执政这几年，觉得一般台湾民众被他们台湾主体意识，然后去中国化，不管他的课纲跟他的媒体的一个宣传，其实我觉得洗脑差不多了。但你回到演唱会其实你知道他们的演唱会是世界巡回，而这个巡回其实是已经可能2-3年前就开始决定歌单，决定他的伴奏伴舞的老师，然后他整个节目的流程，所以他是全世界一体适用的。所以你说他来台湾唱这个中国人是刻意的什么统战吗？当然不是因为早就决定了。而且那为什么你不去讲说他最后的曲子里面其实也有唱那个被改的一定台语歌啊，对不对？你总不去说哦，刘德华台湾主体意识很好，为台湾人发声，唱台语歌老实讲，刘德华这次演唱会几乎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意涵那你自己政治人物要去蹭，然后要去发表这言论，好，然后这个被出征，我觉得是刚好而已你所有事情你都一定要去争什么两岸的关系，然后去把它抹红戴红帽子。我觉得背后也凸显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天民进党如果他连刘德华类似这样子社会形象很好，然后大家都很愿意接受艺人，都敢跟他这样对着做的时候，那代表说他有恃无恐他觉得我支持者很多反正我这样讲完之后，我台南市长可能选票更高我可能未来更有这个台湾的底气你看我连刘德华对岸的这个官员，然后背后的统战意识，我都敢把它揭露出来，我是台湾的第一人，好，类似这样子。所以今天你说网络上的酸民要说你看你这些人就想去赚钱赚大陆的钱，赚对岸的钱就为五斗米折腰，然后瞧不起他们等等的但我觉得真正的悲哀是说，当两岸的现状就是这样，你民进党你在国外或是你在这个奥运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举起你中华民国国旗，这是现状。那当你现状的时候，你的底下的台湾的艺人他到对岸然后遭受这样子一个对待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挡在他前面帮他撑起这个攻击，甚至你还是跳下来一起踹他一脚这个人，那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类似的状况发生嘛。那老实讲，这才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中华民国或者是我们政府的悲哀。那我想王定宇一定是吸反射，就是他为什么会觉得是不能唱海阔天空呢？因为这都 Beyond 的歌Beyond 在香港反送中期间的时候，被一些反送中的支持者，也就是黄丝认为是一种反抗歌曲嘛认为是香港的黄金年代嘛，把这个歌拿来传唱。可是这一个传唱在中国大陆也没有被禁歌。那这一波的这个互斗其实本来只是就是王定宇北吧，因为他跟王义川嘛，就想要借着修理蒋万安但不知道为什么修理就歪嘴那歪了之后，这个王定宇被骂了呸呸呸，所以就回嘴嘛，他想说这样就可以恶心回去。这就跟赖清德看到阿给拉不爽之后，就是用 ROC113 去恶心 PS75 那种概念是一样的啦。那这个爽了，也就是说本着嘴了一定要打脸的精神虽然他被王定宇跟黄伟汉给封锁
了。那两位天才同时异口同声的说，光辉岁月海阔天空对岸不能唱。那其实啊，在大街小巷啊，这些都能够唱，所以这一波的大战呢，就烧了下一波新的高潮。他在脸书上呢又更新了，我前文写了3首歌，写对岸未必能唱，魔粉专挑后面2首还作图大肆宣传。我上篇的用意是不用争吵，结果现在被人拿来当吵架本，我不奉陪。本文修掉后面2首，留下我热爱中华民国颂特此声明，谢谢。结果呢，郑克爽马上又回了一个，他说，中华民国颂在大陆唱过，还是刘家昌，还是在酒店大堂哦，还是跟统战部国台办吃完饭唱的哦，有影片为证，还有文章为证。所以呢，刘家昌至今没有删，伟汉哥要不要评论一下？我相信呢，一定是知错能改哦，未必言我所信，未必无所畏惧，未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respect 伟汉哥，这可以说是酸意点满哦。结果呢，我们看到伟汉哥呢，他用以修文的方式呢，又补了至于我为何前文要写未必能唱，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实情如何。问号，我已经20年没去对岸了，连胡会去采访过一次，但台湾的新闻媒体相关报道是曾经有写过的，是不是曾经被禁过，后来又解除？我想香港的一定比台湾人更清楚，仅供参考啊，勿争吵，谢谢。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其实封锁就不要再看就好了，那你还开小号去看他回什么？那如果是这样，那不如就解除封锁，两边好好大战一场。那这个爽了又回击了一个饶舌歌手王以太，在对岸某个杂志写中国台北被陆委会封杀他在台北开的演唱会，所以按照伟汉哥逻辑，他来台湾也未必会说中国台北，甚至未必会唱东方红。当时黄伟汉怎么不出来声援呢？所以如果占理来说，郑克爽所列举的证据跟完整度确实是相当的高的啊。但核心还是回到就是说，今天你在讨论说他到底能不能唱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去扯对岸能不能唱？你可以说台湾很好啊，那你来我们唱我是中国人，我虽然可能不认同哈，但是我接受。但因为你硬要去比较一个对岸不能唱什么，其实你背后暗示着说，对岸就是个言论不自由国家嘛，他们就是不让这个歌手去唱，你就有个对比性出来了。后来因为郑克爽关系，突然觉得对岸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相对的还有一定程度的弹性，那不是也很荒谬的事情吗？我们只能讲民进党政府打破人的幻想，很多人以为民进党下面要多自由多少，没有，鬼扯。其实伟汉哥今天就是掉入了民进党的窠臼里面，就说民进党他给你营造一个美好的意象，我们好民主，对方好不民主。你想一下哦，这一波以来已经多少人被出征了？那请问谁是自由民主？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翻车？因为民进党他所营造的这个舆论范围，包括他整个媒体的这个形塑就是这样，嘴巴干共产党，实质上做共产党的事吧。我跟你讲，他不是做共产党的事，他是做纳粹的事。两岸关系怎么样，对民进党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会变好，有没有经济往来，然后会不会发生战争，他们根本不在乎，他只在乎我的选举能不能继续连任，获取他的政治红利。